爱丽丝离开东京，再次回到故乡，已经过去10年了。穿过一片绿意盎然的田野，那间房子就是爱丽丝的家。这是一栋带有老式地炉的房子，如今只有她独自居住。虽然房子有些破旧，但窗外的风景却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住在村里的森山晴海是爱丽丝的青梅竹马，尽管她现在还是个高中生，两人年龄差距却不小。小时候，他常常跑到这老房子来找爱丽丝玩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拉开门走了进去，说是帮爷爷送东西，袋子里装着茶，还有爷爷亲手腌制的盐头。看着晴海转身要走，爱丽丝把他叫住了，说是要做饭请他吃。烹饪的地方自然是客厅中央的地炉，先在地炉里铺上一层细木头，再用竹筒往里面不断吹气，等火苗燃起后，再放上稍粗一些的木头。爱丽丝决定先从酱汁做起，把晴海爷爷送的盐头切碎放进去，这样应该能增添独特的风味。酱汁做好后，就可以把烹饪场地转移到地炉边了。在火上架好铁架和烤网，把面包从中间切成2半。必不可少的配菜是爱丽丝昨天花大价钱买来的超厚培根，培根油脂丰富，一放上烤网，香味瞬间弥漫开来。切好的面包也一同放在旁边烤，这样面包就能沾上培根的香气。晴海光看着这一幕就已经饿了。培根烤到焦黄的程度就刚好，面包切开后铺上各种喜欢的蔬菜，最后放上一大块培根，涂上自制的塔塔酱，一份围炉烤三明治就完成了。这扎实的用料一看就很诱人，整个三明治散发着炭火烤制的香气，中间的新鲜蔬菜很能解腻，外面烤得酥脆，里面却很柔软。晴海看着爱丽丝吃得香，眼神都定在她身上。吃完三明治后，晴海帮忙清洗了厨具，爱丽丝则躺在地炉旁沉沉睡去。地炉边实在太暖和，晴海也忍不住打起了哈欠。爱丽丝想起小时候，晴海总是枕在她膝盖上睡觉。当被问到是否还想枕着爱丽丝的膝盖睡觉时，晴海显得有些紧张。休息了一会儿后，两人又用地炉煮了一壶茶，边喝边聊天。虽然用这种地炉，满屋子都是烟味，有时候衣服还会被火星烧出小洞，连柴火都要自己去劈，但一旦把火点燃，就觉得很开心。用地炉做饭也格外美味。想到这里，爱丽丝觉得从东京回来真是太好了。这天，爱丽丝的青梅竹马晴海来帮忙组装柜子。为了报答她邀请晴海在空手道课结束后一起过来吃饭。他说要用地炉给晴海做一顿好吃的。晴海虽然只是个高中生，但已经是空手道教室的教练了。回家的路上，一个女学员一直跟在他身后，只不过他一直都没有察觉。这个女孩名叫穗乃果，是晴海同一所高中的同学，已经暗恋晴海很多年了。如今发现晴海和从东京回乡的美女姐姐走得这么近，他心里自然很有危机感。于是趁着休息日，他专门来找了一趟爱丽丝，叫了好几声都没有人回应，穗乃果就自己开门进去了。看到爱丽丝躺在客厅的地上，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，结果发现爱丽丝只是睡着了。穗乃果递给爱丽丝一个布袋子，说以前受到过爱丽丝奶奶的不少关照，这些东西是妈妈让她拿来的，是野猪肉，亏你看得出来。穗乃果说这野猪是爸爸打猎打来的，他们一家人吃不完，就给爱丽丝送了一些。听说晴海也很想吃这肉，所以穗乃果也同意一起留下来享用美味。正式开始准备食材，晴海去院子里摘一点迷迭香。院子里有一小块地方被圈了起来，种了很多不同的香料，这迷迭香一剪下来就散发出非常浓郁的香气。这时候，爱丽丝正在厨房里腌制野猪肉，两面都均匀地撒上调料，然后把野猪肉和迷迭香一起烤，就能去除肉上的腥味。今天的料理还是用客厅里的地炉来制作，火候是通过炉架角埋入的深浅来决定的，这样在架子上斜着放上平底锅，等待锅子被烧热，然后就可以放入一小块油脂润锅。当油脂中渗透进大蒜的香味时，就可以把腌好的野猪肉放进去了。一闻这味道，晴海就觉得自己肚子饿了。底下的一面煎得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翻面。等猪肉完全熟了之后，先把肉从锅里盛出来，接着用锅里剩下的油脂煸炒一下洋葱、胡萝卜和蘑菇，等到炒成金黄色，再把切好的肉放上去，超好吃的野猪排就做好了。3个人每人一小盘菜，加上1碗米饭，就是非常完美的一餐。爱丽丝都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做出这样的味道，吃着吃着便哭了出来。她说只有长大之后才能体会到这种味道的珍贵。穗乃果明明说自己不喜欢野猪肉的味道，但很快就把一盘子吃光了，而且他还去加了第2盘。今天的碗筷还是晴海来刷的，而穗乃果则躺在地炉旁边睡着了。这样既能取暖又能做出美食的地炉，真是让人感到很安心呢。今天晴海的爷爷特意开车过来，帮忙把爱丽丝去世的奶奶留下的东西搬到仓库里，因为卡车只有2个座位，
爷爷就让爱丽丝坐了上来。秦海毕竟是空手道教练，就跟在车后面快跑。这一幕让秦海想起了当年爱丽丝从村子里搬走的时候，当年他真的很舍不得。把爱丽丝送到地方之后，爷爷便说自己要去田里干活，搬东西的工作就交给了秦海和爱丽丝2个人。如今的秦海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，力气变大了很多，可以一下子抬起3、4个箱子。但即便如此，爱丽丝还是忘不了他小时候的模样。他们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从箱子里找到了一件秦海小时候的外套。穿着这个的秦海好可爱，感觉就好像发生在最近的事。很多秦海都不记得的事情，爱丽丝还记得，比如她小时候被爷爷骂了之后哭个不停。说到这里，爱丽丝张开了双臂，说是如果秦海现在还是想哭，随时都可以扑进她这个姐姐的怀抱，又把我当小孩子。可当他们想离开时，发现这扇老旧的门打不开了，2人都没带手机，这仓库也没别的入口，被困在屋里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。天有点冷，他们都没穿外套，最后只能从箱子里翻出条毛毯取暖。等到爷爷从田里回来，他们才终于能从仓库出去。要不来我家吃猪肉味增汤。其实今天出门前晒的萝卜和香菇，本来就是准备干完活一起吃的，食材都准备好了，煮汤应该很快。窗外的蔬菜晒了晒，味道会更浓郁，晒到半干比完全晒干好。做菜时不用泡发，今天的猪肉味增汤还是在客厅地炉上做，不过这次用吊炉，把很重的铁锅挂在钩子上，油烧热后下猪肉片翻炒，香味很快就出来了。大葱、牛蒡、萝卜、蘑菇、山药、魔芋，一股脑儿全放进去炒，稍微变软就加水炖，大概炖15分钟，舀一勺味增搅匀，再等大概10分钟，热乎乎的汤就煮好了。这种炖菜最适合他们俩，刚着凉的人吃正合适。锅里炖得满满的，秦海说他肯定能把汤喝光。他吃一口，就品出半干蔬菜的浓郁味。吃完汤，天已经黑了。秦海有点不舍得离开爱丽丝家，脑海里还在回想仓库里的时光。爱丽丝在暖黄灯光下喝热茶，也在想同样的事。2人之间悄悄生出些不一样的情愫。这天2人在车站碰巧遇上，一起坐车回村子。爱丽丝第一次见秦海穿高中制服，觉得挺新鲜。秦海也觉得爱丽丝今天穿的比平时时尚。原来爱丽丝从东京回来后就没出门，今天才去购物。秦海听后松了口气，不然他还以为爱丽丝是去约会了。借这次机会，2人交换了联系方式。爱丽丝说她高中时从没跟同学换过联系方式。2人站在马路两边，爱丽丝突然喊了声秦海，他一回头，爱丽丝就拍下了第1张纪念照。晚上，爱丽丝给秦海发了邀请，想请他来家里一起吃饭。第2天，秦海带着食材高高兴兴就来了，没想到碎奶果也来了。3人当天的伙食是烤串，大块肉和蔬菜串在一起，配上彩椒，好看又解腻。烤串串好后插进地炉里，靠火焰的热度就能把肉烤熟，一边烤一边散发香气。这香味让秦海感觉肚子都饿了。当然光靠烤串肯定不够3个人吃，爱丽丝又在铁架子上架起锅，锅热后放进大虾、鱿鱼等海鲜，稍微淋点白葡萄酒能去腥。另起一锅，把洋葱和番茄炒到汁水都出来，然后倒进泡好的大米一起炒，炒到大米半透明。如果火小了，就用竹筒把火稍旺点，这时候把海鲜加上，盖一层锡纸继续加热，等大米把汤汁吸饱就能出锅了。每人1小碗海鲜饭，挤点柠檬汁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主食还有专门烤的法式面包，配上加热好的乳酪一起吃，奶香和麦香融合，配上用地炉烤的烤串，太美味了。吃完饭，爱丽丝和秦海一起刷碗。这时秦海的爷爷送了清酒过来，因为碎奶果和秦海还在上学，这酒就只有爱丽丝和爷爷能喝。爷爷临走时顺便把碎奶果带回了家，让秦海帮忙把厨房收拾干净。秦海一边刷碗一边感慨，用地炉做的饭真香。可一回头就见爱丽丝哭了，他不知道爱丽丝为啥哭，只能用地炉烧壶水，给爱丽丝泡了杯茶。有时候陪伴比安慰话还管用。爱丽丝喝了茶，情绪好多了，边笑边跟秦海说她没事。秦海觉得和爱丽丝之间有界限，激动时差点就说喜欢她。爱丽丝说她没啥事，讲了自己10年前的事。当年因父亲再婚，她搬去东京，父亲去世后，她没法和继母一起过。奶奶以为她会回家，但她没回，还觉得自己能在东京好好过，想等混出点名堂再回来。今天和大家一起吃饭，她觉得和喜欢的人在喜欢的地方很幸福。回村后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但奶奶去世前一直是一个人住在这房子里，是不是在等她呢？她很后悔没早点回来。看着爱丽丝难受，秦海从后面抱住了她，以后不想再看她哭，会好好陪她。这天秦海坐在仓库里发呆，
回忆起前几天自己从后面抱爱丽丝的事，爷爷突然进来，让他把研磨机送到爱丽丝家。他提着袋子高高兴兴去了，结果看到爱丽丝胆怯地蹲在院子里，嘴里还念叨着有鬼。秦海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，突然回头发现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站在身后，这女人是编辑部的越野。爱丽丝在东京时没少受他照顾，秦海以为爱丽丝回来后没工作，原来她一直在给越野负责的杂志写稿。不过越野对她最近的工作态度不太满意，虽然不算失礼，但稿件和邮件回复都很慢。越野这次来是专门教训爱丽丝的，看来爱丽丝的拖延习惯的改了。看着这情况，秦海准备穿鞋离开，这时越野走了出来，问他附近有没有磨咖啡的地方。他们住的村子很偏僻，最近的咖啡店要坐5站车。他突然想起袋子里的研磨机，机会难得，就用这台机器试试吧。机器有点旧，是手摇的，但慢慢磨出来的味道肯定更好。咖啡的苦味弥漫在空气中，秦海闻着就想，要是有点甜食就完美了。越野想了想，从包里掏出一盒点心，说是给爱丽丝带的伴手礼，但工作没做完不能吃。秦海灵机一动，从厨房拿出几根竹签，开始用地炉烤车轮蛋糕。用竹签串起来烤就不会烫手，烤到最外层出现虎皮纹就熟了。表面烤过后有焦香，里面柔软湿润，和苦咖啡很搭。爱丽丝在电脑前一个字都写不出来，听到客厅里聊吃的，就出来看看，结果看到秦海和越野在吃喝，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工作，太不公平了。在这种高压工作下，吃点甜的最幸福。越野知道今天拿不到稿子了，决定今晚住这儿，反正回东京也是满脑子工作，不如在村里偷点闲，做顿饭吃。村里的夜晚很安静，习惯城市生活的越野有点不适应。爱丽丝说她适应这种生活也花了很久，但相比城市的喧嚣，这里其实更温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爱丽丝就开始准备料理，洋葱切成小块，厨房里切菜的声音对越野来说很珍贵，好像小时候听妈妈做早餐的声音。收拾完后，他们和秦海在村子里碰头，一起骑车去河边，那里就是他们今天野餐的地方。大米提前洗好放进饭盒，倒点水放在固体燃料上加热，燃料烧完后用毛巾包住饭盒5分钟就行。等饭的时候打水漂，看书，太惬意了。刚煮好的米饭透着清新香甜，咖喱是爱丽丝提前准备好的，放在保温箱里，还裹了毛巾，隔几个小时吃还是超美味。秦海一下就猜出咖喱是用地炉做的，因为他闻到一点烟味。吃完饭，爱丽丝和秦海在河边散步，这里是他们小时候玩耍的地方。爱丽丝承认上次在秦海面前哭，她只想在秦海面前装成熟，但没做到。不过秦海一点都不介意，因为他真心喜欢爱丽丝。生病的人最想吃啥？一碗热粥配上小菜，绝对暖心。要是喜欢的人做的，那就更棒了。3个人的野餐随着太阳下山结束了，但秦海和爱丽丝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微妙。这一切都被越野小姐看在眼里。当晚，越野小姐回了东京，爱丽丝希望她能常来玩，当然最好别是来催稿的。越野小姐走后，爱丽丝一直在想秦海说的话，我从小就很喜欢你，这话到底啥意思？如果是爱情，她该怎么办？秦海也很纠结，他觉得自己没考虑爱丽丝的感受，就把感情说了出来，显然让她为难了。为了换个心情，秦海去了跆拳道馆打拳，结果碰上碎奶果问他要不要去爱丽丝那儿，他的心情又变了。回家后，爷爷让他送红薯给爱丽丝，虽然有点尴尬，但他还是答应了。他提着一大袋红薯在爱丽丝家门口犹豫，正想着要不要进去，突然看到爱丽丝满脸通红，走路摇摇晃晃，显然是生病了。秦海把她扶到椅子上，一量体温38度3。爱丽丝说自己没事，但发烧成这样，不休息肯定不行。趁爱丽丝换衣服，秦海去厨房准备了些感冒需要的东西，首先是能补充电解质的饮料。发烧喝冰水好吗？他有点慌，想着冰块能降温，就倒了一大碗，然后拿了条毛巾给睡着的爱丽丝擦汗。他刚要起身，爱丽丝突然抓住了他的手，这让他想起小时候，爱丽丝搬走那天，专门和他说了再见。他从没想过爱丽丝还会回村子。看着爱丽丝睡着，他又去厨房准备做点吃的。这时候最治愈的就是粥，他洗好米和红薯，把茶装进茶包，想着爱丽丝最近可能不舒服，秦海决定用地炉给她做饭。柴火饭味道最好，锅里加米、红薯块和茶包，倒水，盖上盖子，挂到钩子上煮，大概30分钟就好了。粥煮好后，爱丽丝也醒了，披上外套来到客厅，茶粥配了2颗烟梅子，看起来很清淡，对身体好。
秦海说自己更喜欢有点味道的粥，一勺粥下肚，身体暖暖的，味道清爽又治愈。爱丽丝觉得吃完这碗粥，身体肯定会好。吃完后，她又睡着了。现在她需要安静休息。秦海看着她的睡脸，心里只想着一件事，要一直陪在爱丽丝身边。几天后，爱丽丝感冒好了，为了感谢秦海的照顾，他专门请她来家里喝下午茶。这是爱丽丝用地炉煮的茶，还有用秦海带来的红薯做的甜点。丽丝厨艺本来就好，秦海对她还有滤镜，自然觉得味道很棒。借着两人独处的机会，秦海再次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如果可以，我想等我们老了，还能一起喝地炉煮的茶。爱丽丝调皮地扯了扯秦海的脸，说自己也喜欢那样的日子，那样的生活肯定很幸福。但秦海现在还是高中生，以后会遇到更多人，也可能遇到更喜欢的人，所以这个想法先保留，等秦海长大了，两人再商量。在此之前，他们保持原来的关系。秦海高兴的脸都红了，爱丽丝则害羞的喝茶。自从他回村，就常用客厅的地炉给秦海和碎奶果做饭。时间久了，碎奶果都没发现自己总提爱丽丝的名字。不管是海鲜饭还是烤串，爱丽丝做的菜都超好吃。之前听说她和秦海吃饭，我还想你和情敌做朋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碎奶果不知道，他不在的时候，秦海和爱丽丝已经互相表白了，只是他们还没打算在一起。为了赢得秦海的心，碎奶果决定听闺蜜的建议，主动出击。她放学后从家抱了颗大白菜，来到爱丽丝家。有人在吗？这是白菜，我妈收到的礼物，叫我分给大家。爱丽丝两手发抖，不停说好冷，还举手让碎奶果闻。原来碎奶果来之前，她一直在厨房做米糠腌菜，这桶腌菜胚是米店老板送的，正好碎奶果带了颗大白菜，白菜最适合做腌菜了。把白菜对半切开，再分两半，水分足，所以刀切下去声音特别脆。然后把白菜放进袋子，加辣椒和盐拌匀。虽然腌菜胚有臭味，但碎奶果还是主动帮忙，还马上给秦海打电话邀请他过来。可惜秦海要帮爷爷干农活。之后他们把白菜和腌菜胚一层层叠起来，放着不管也行，但爱丽丝把罐子搬到地炉旁，说这里有烟和灰，不容易长霉，最适合腌菜。这是奶奶在世时告诉她的，反正也没事。爱丽丝把坐垫卷成枕头，躺在地炉边准备睡会儿。碎奶果，你也来睡。躺在地炉边很暖和，还有碎奶果这人形热水袋更热乎。爱丽丝决定把米糠腌菜放一天，明天再吃。之前还需要碎奶果帮点忙。第二天，碎奶果带闺蜜小猫来，三人一起到栗子园。园主和爱丽丝关系不错，说今年大丰收，想摘多少摘多少。栗子外壳刺手，要用脚踩住，再用夹子把栗子拿出来。这栗子又大又饱满，真不错。小猫第一次夹栗子，但动作麻利。回家后把栗子泡温水里，这样更容易脱皮。爱丽丝负责切硬外皮，内皮交给碎奶果和小猫。只是碎奶果干活粗糙，剥皮时把果肉也剥掉了，搞得栗子表面坑坑洼洼。他们用剥好的栗子做栗子饭，裂口的做烤栗子，我最喜欢烤栗子了。在泡好的米上摆栗子，然后送到客厅用地炉加热。爱丽丝一周只用1-2次地炉，因为每次要生火，日常用起来麻烦。但有客人时，用地炉做饭很有趣，味道也比炉灶煮饭好吃。栗子饭煮好后一开盖，香味扑鼻，是米香混合栗子甜糯的香气。配菜是昨天做的米糠腌白菜，清脆还有米糠的独特气味，真的很下饭。烤栗子也差不多了，烤熟后掰两半，用勺子挖着吃就行。刚吃完饭，碎奶果就躺地上睡着了。他这么无忧无虑，真让人羡慕。只是闻到小猫和爱丽丝边喝茶边吃烤栗子，他就马上醒了。今天真的好开心。那就好。